今天好，今天是2025年1月9号啊，新年伊始。我这两天有点时间，呃，想了一个问题啊。我最近观察到，呃，有一些问题啊，它有一定的内在的联系，所以我今天做了一个这个话题吧，在这里跟大家呃提出来，也是一种探讨。那么今天的这个这个话题呢，就是从中国武术的内外家之说啊，我们来探讨佛教的不二法门以及大小二乘啊。那么中国武术界呢，我们知道一直有一个比较流行的说法，就是说某种拳法或者某门某派是练的是内家拳，而另外的某些拳法某门某派是外家拳。更有甚者呢，有些人直接把太极拳形意拳和八卦掌列为上三门的内家，其余的都列为外家。我自己呢是一个中国武术的爱好者和习练者，同时对于心灵之路的修行呢，我也有一定的涉猎啊，水平不高，但是有一定的涉猎。那么今天我就想从个人的角度把中国武术这个内外家的这个区别和佛教的佛法的这一些基本的思想我联系在一起我们来谈谈我自己在这些问题上的呃认识吧首先呢，我们先谈第一个观点，也就是说武术内家外家的问题我个人的我是不赞成这种分内外家的这种提法从本质上来讲，我认为武术不分内外家。那么我们先列所谓内家他的一些观点吧，是吧？内家派呢，最典型的说法呢，不外就是这几种一种呢，就说内家拳，它是以内练精气神讲究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这个为主旨这是一种说法。还有一种说法呢，就是说内家拳它出手于无形，浑身都是手，打人如挂画它发力讲究的是内三合外三合呃，力道劲道圆满完整啊而外家拳呢，它只会用肢体的力量它不是整力再有呢，就是说内家拳它讲究的是以静制动后发先至或者后发制人擅长于以柔克刚等等我自己呢是从习练太极拳起家的，是吧？那么后来呢，我又呃练习了这个六合螳螂拳，是吧？我在这转一下那么呢，我还练过一段时间的拳击虽然时间不长，但是练过。那么拿我自己的习练的体会我认为中国武术呢，它的各门各派以及西洋拳击其实从本质上来讲，都是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的拳法。
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拳击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的训练手段还要更科学一些，因为它对于有氧运动和无氧运动的训练更加系统化和定量化，它是有指标的，是吧？而所谓的内家拳，特别是目前那个盛行的太极拳，据我的了解，通常都缺乏这个无氧运动的强化训练，特别是强化的定量训练。那么，我认为啊，从这个功力上讲，一个功力上乘的习武者不论他的拳法是偏重于这个何种内外的技能都可以实现。他练到一定层次以后，练到一定程度以后，都可以实现出手于无形，挨身即发，浑身是手，打人如挂画的结果，因为它都是整体发力，它是上下合一的，这个我想，有一定程度的，到一定程度的这个练武的习武的练家子，应该是同意我这种说法。另外呢，所有的武技也好，拳法也好中国武术也好，拳击也好，泰拳、空手道等等它都讲究。其实练到后来，它都讲究内三合、外三合的整体发力结构因此它的完整的劲力圆满的劲道有穿透性的击击效果这些它不是太极拳等所谓内家的专利你其他的，你看李小龙他练的是这咏春拳或者截拳道，是不是？他练的那种寸拳，它也是具有穿透力，它具整体的发力这个拳书经典上讲的这个只见身形一晃，是吧？这人就跟这个树叶一样飘出去，这种效果是存在的。关键是你练到什么程度，是吧？你手脚齐到打人如蒿草，是吧？那么所有中外武术各门各派它的共同特征都是相通的，是吧？所以这个整体发力，这个打人如挂画这些等等，穿透性，是吧？这不是所谓内家拳的专利它不分内外而是中外武术各门各派共同的积极特征至于从人体这个动力结构以及平衡的角度来看问题，那么不同流派在发放或者化解攻击能量方面，它有不同的侧重点我并不否认，我太极拳在这引筋落空的空劲儿方面，它有它独特的特点、独到之处，是吧？但是其他的这个各门各派，你练到那个层次了，一样空劲儿一样有这种侧重点它只是不同流派的特点并不能作为自诩是内家比外家优越的理由这个其实所谓的外家拳，同样它讲究它发力的时候是这个上下相随，内外相合你比如说拳击，它的摆拳，它就要求
弓臂、转胯，蹬脚，身法合一，你完成整个的它的摆拳的整体动作，你只有这样它才有效果，这就是它整体的发力，是吧？那么关于那个以静制动后发先至或者是后发制人以柔克刚等等这些说法，这些也同样不是内家拳的专利它只是这个关键在于个人的技术风格它与内外家无关没有什么更多的联系你到那个份儿上了，你有那个功力了，是吧？你的身体条件到那个程度了，你就可以以静制动你经验老道的这个高手们都是以静制动，都是打截击的呀。他是等你进的时候打那个空当是不是？所谓打节奏，或者说是让你跟着他走，是不是？打的是空间，打的是点，打的时间差，打的距离差，是吧？所以这些东西并不是所谓内家拳独有的，是吧？它不分内外家所以中国武术界之所以流行这些内外家的这个说法，或者是这种区分法，我认为呢，主要的原因还是由于我们境界比较低，是吧？格局比较小，眼界比较窄的缘故，特别是有一些人攀比心和显示心，作怪吧，在一定程度上，这个也是一叶障目，不见森林，所以总之吧，我认为这个武术不应该有内家和外家之分，因为它本是一家。为什么我这么说？我们下面呢，我们就联系佛法的理论，我们看我这种说法对不对，是吧？究竟要不要分，是吧？那么紧接着呢，我们就进入第二个话题，也就是说，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佛法不二法门，以及这个佛教大小二乘，简单的讲一下它的基本的概念，是吧？然后我们来联系，看看我们说武术不分内外家，它有没有理论根据因为佛法呢，它都是它是指导人生活、适应宇宙以及社会的一个法则从一定意义上讲它是我们做事做人的指导的的教条吧，或者说是这个宗旨，是吧？我们应该遵循佛法的教义如果说它有一些事情它符合的教义，那我们说这个事我们就应该是做对了。如果它不符合教义，那我们就应该知道我们去修正那么呢，这个我们很多人都知道佛法的修行呢，它是不二法门。所谓佛法是不二法门，简单来说，很多人一说就说佛法是一，不是二因为它不讲究一分为二，它讲究合二为一，它不是说否认二，它是
合二为一的一种修行方法啊。所谓不二法门呢，这个很多人呢现在都误以为这里说的不二法门就是说我们要专注于佛法其中的一种法门，是吧？专心不二哈。甚至有些这个教人，有些人吧，有些这个指导的老师也好，或者怎么样，就说你修了我这个方法，我传你这个方法，你就只能修我这个方法啊，因为这个是不二法门啊，不能修第二个。你修第二个，你就是行外道啊，修邪法啊，我叫把你逐出师门啊。这种说法是有一定市场的，是吧？所以说不少人呢，他都以为这里修的不二法门呢是这个意思。其实呢，他们被误导了啊，他们误解了不二法门的基本要义啊。为什么呢？我们知道佛法呢，它是讲究一的，它是一不是二。所谓这个一呢，是指那个没有对立、没有分别、没有差别的那种精神境界啊，它是脱离了人类大脑思维的一种意识的状态啊，它是一种在明确的佛法指导下进行的渐进的一层一层的实修的过程。那么这个过程呢，它的理想境界就是使真实的自我，我在这里用佛教的这个词儿，因为我找不到更合适的词儿啊，使这个真实的自我涅槃在一真法界中。什么是涅槃？这个很深啊。你如果说你没到那个层次，你不可能理解它的真正的要义。我自己没到那层次，我只是大概的了解了，或者说我认为目前我理解了这个它的概念。但是就像你这个练太极拳一样，是吧？我经常说我的学生啊，我说我教学生的时候，我说你懂不懂？他说我懂了。好，我说你虽然懂了，只是你脑子懂了，但是你身上并没懂啊。你必须是身上也懂，脑子也懂，你才功夫才上身啊。是这样，我也是这样啊。我在修行佛法方面没有功夫啊，我只是认为我概念我了解了，有这么一个明确的目标，应该怎么去做，那离着你上身那还远了去了，是吧？但是呢，我对于这个我刚才说的这个，就是我自己的理解啊。那么这种明确的在佛法指导下的渐进的实修过程呢，它的理想境界呢，是使真实的自我啊或者用融于，反正是涅槃跟融，那和融根本就那不是一回事儿哈。但是简单来说，它是融到一真法界中。什么是一真法界啊？一真法界就是佛的最高的境界啊，在那个一真法界当中，它没有二元对立啊，它是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啊，没有对错啊。当你的自我啊融到这个法界当中的时候，以会同无限的无我实现真正的自我啊。这里的一真法界呢，就像我刚才说的，它是佛法修行，它的是一不是二的正确解释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佛法它的修行，它是修一
不是二，因为它的最终的境界是到达于一真法界啊，你你你把你自我融到那个法界当中，你实现了真正的实现了真我啊，所以这个讲这个概念是很难的，用这个我的语言是有限哈，所以为什么说它是一没有二啊？因为它分不出来，它是无我，同时呢，这个无我这概念呢，它连无我这概念都没有，它是无我啊。那么说到佛法修行呢，我们也很难这个不涉及佛教当中的大乘和小乘的问题，是吧？我们很多人都了解哈，就是这个流行的这种说法，说这个小乘佛教，它行的是罗汉道，是吧？那么它求得的是个体的解脱，啊，它不求普度大众啊。那么小乘修成了以后呢，它可以得到正觉的罗汉果位啊。这是关于小乘。普遍的说法，那么大乘呢？大乘佛教它行的是菩萨道啊，在普度大众的过程当中得到个体解脱啊，他得到的果位，它是正等正觉的菩萨果位啊。我在这儿插一句啊，就也就是说，这佛法修炼到最后，它是有3个不同的层次，3个不同层次的果位啊。由低到高，它是正觉，那就是这个罗汉的果位；正等正觉，它是菩萨的果位啊。那么佛的果位是什么呢？佛的果位是无上正等正觉啊。都是觉悟者，但是他的觉悟的层次高低和范围不同啊。那么通常来说呢，中国等地流行的这个佛教呢，它是属于大乘佛教。东南亚各地现在所传的这个佛教呢，是小乘佛教。这是现在通常的划分法和这个流行的说法。那么这种划分呢，给人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而且这个一些法师也好，也都是这样说啊，我们大乘佛教啊，我们是菩萨道等等，怎么样，好像就是说大乘是优于小乘的，因为一般人也想，你说你最后小乘他修成了以后，他得的是这个罗汉果啊，大乘他修成了以后，他是菩萨果啊，所以很多人都觉得是大乘要高啊。其实呢，据我的了解啊，我在这里把这个话题抛出来，是吧？那么可能会得罪不少的这个朋友，或者是一些人吧，或者一些同道上的人，是吧？那么据我的了解呢，这个释迦牟尼佛在世传法的时候啊，他的众多的弟子呢，因为修行的层次以及修行的场地的关系，它是有分别的啊。它虽然是传佛法，但是由于这个不同，它就分了上座部与大座部，以大众部，也就是说上座与下座。在他这个释迦牟尼佛讲法的时候呢，上边做了一些他的老的弟子，下面做了一大批后来加入的一些弟子和临时听法的一些信众啊，一些僧人啊。这一部分上座的弟子呢，由于他是近身的老弟子，
所以人数较少，而下座的这些大众部的这些弟子呢，就鱼龙混杂了，啊，也新入的，临时来听的，僧人也好，过路人也好，等等，很多，是吧？那么后来这两部分人呢，在后来这个佛在入灭之后，这个佛去世以后，这个就逐渐的由上座部和大众部，也就是下座部，而逐渐变成了现在的小乘佛教和大乘佛教，啊，据我了解是这样的哈。那么如果我了解这个是真实的啊，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现在东南亚等地流传的这种小乘佛教，应该是更多的保持了原始佛教的风格和传统。因为它小乘佛教它是由上座部他的近身老弟子他们传下来的，啊，也就是说它更接近于佛陀的原始教义，啊，而中国大陆等地流行的大乘佛教呢，反而很有可能有丢失真传之嫌，啊，我说这个也有可能得罪不少人啊，但是这只是我个人的这个了解啊，我个人的这种看法，不一定对啊，但是这种看法呢是基于历史留下来这个历史的调查啊。那么我的观点在这里就可以在这里亮出来了啊。我认为佛教呢，不论大乘和小乘，它只要基本保持原始佛教的教义和传统，啊，都应一视同仁，不分高低。啊，你不要说小乘行的是罗汉道，我大乘行的是菩萨道，所以我比你高等等，不见得，很可能你还不如人家呢，是吧？为什么这么说啊？因为他们都是佛教，啊，都是以住行无常、住法无我和无余涅盘作为自己的三法印，啊，那么现在我们联系我们的武术，你无论内家和外家，啊，我认为都应该是一视同仁，我们是一家。因为我们练的全是武术，都是以内固精气神儿作为我们人生的三宝来习练的，是不是？所以，这个我认为我的这个联系和我现在得的这个结论呢，应该是符合这个佛法的教义啊。那么我们今天呢，就简单的把这话题呢聊到这儿啊。最后呢，我愿意用《心经》的一句话来作为我们这个今天话题的结束语，是吧？那《心经》它的这句话，也就是说它的旨意是什么呢？我给大家在这儿念一下啊。他说：“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好，谢谢大家。